我跟他建議說，關於已經合格的申請人，我們盡速的發出 AIP 給他們。所以我不可能幫你拿到 AIP 之後，我讓你去下一個等待的循環，那 then it becomes pointless, right？ 給了 AIP， 那我們聯邦政府就要再 create 一個standard processing time for AIP。我今天拿到 AIP 了，我有多久之後我可以拿到 PR？ 政府給 AIP。的時候，它是不會影響到我們的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但是我會在國會裡面，我會在部長那邊，我會努力的去推動這個方案，因為我相信它是一個能夠解決香港朋友他們眼下目前的問題的最有效的方案。喂，今天非常感謝你的寶貴的時間哦，終於有機會能看到你了。謝謝你，謝謝你，今天專程到我們辦公室來，謝謝。對，謝謝。首先就是代表很多香港人，就是對你表示很衷心的感謝，因為6月頭的時候，你出席了我們那個香港人的集會啊，在溫哥華，這是全個加拿大其他城市也有的，就是你分享你自己作為移民的一個經歷，其實很多香港人都覺得很有共鳴這樣的。我覺得首先我是移民，我才是國會議員。所以我很能夠體會說，香港朋友你們現在在加拿大在溫哥華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因為你們現在經歷過的東西，我們以前也都經歷過，但是你們現在只是更辛苦，所以我能夠去體會說香港朋友你們現在的心境，那我能夠盡我所能的去幫忙，我一定會盡力。其實我首先就是很想問的一個問題，因為7月底你安排了有一個跟移民部長 Leonard Diep 一個的會議。大概有什麼一些就是 update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了？我覺得這一次的會面非常的有意義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應該是第一次，移民部長直接面對Hong Kong Pathway 的申請人。那我當時邀請部長的時候，我是這樣跟他說：“我說there's no overnight solution for this， 但是我邀請你到我的選區來，去聽聽申請人們他們遇到的困難，還有他們在真實生活裡面的挑戰。那你把你的這些訊息帶回渥太華，跟你的同事一起去討論，說能不能有一個更有效率的方法，然後協助他們解決這些生活上的難題，這樣子。那比較新的 update 就會是說關於第一就是他聽到了申請人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嘛，對不對？第二就是我們有跟他反映說有人申請 OWP 申請的時間太長。那當然當場也有一些人是提出說能不能有 auto renew 的這個 option。那部長聽起來好像是she's open-minded， 所以他也會把這個東西這個意見帶回去渥太華，那大家討論一下，或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可能性。對，還有那個 AIP 的你那個提議，其實在會議上有一些提出還有跟進嗎？ AIP 的事情呢，我在國會的時候私底下我已經跟部長討論過，我跟他建議說，關於已經合格的申請人，我們盡速的發出 AIP 給他們，讓他們增加未來的確定性，讓他知道說我可以在加拿大生根落地是沒有問題的，這讓他們安心嘛，对不对？那天在会議裡面，在我們的圓桌會議裡面，我也再次跟他強調 AIP 的重要性，因為很多人。我今天早上出門去運動的時候，有一個香港的先生，他從我後面跑過來，他說 ：“Hey, wait。”我說：“你好。”我不認識他。他說：“我只是要跟你講說，謝謝你在國會裡面這樣支持我們。”他說他的小孩子現在在 UBC 上2年級，去年他付了國際學生的費用。那我說今年你繼續付國際學生的費用嗎？他說沒有，因為今年小孩子是 co-op。所以是今年的學費他不用擔心，但是明年他可能又要再付國際學生的費用。他說這樣子對他跟他太太來講是對很多家庭來講，這是一個很沉重的壓力。你明明在加拿大工作繳稅，那為什麼我的小孩子要付國際學生的費用？那當然我就想說沒關係，那你今年還有 co-op 對不對？那沒關係，我們盡可能的去跟移民部長去協調這件事情，看看能不能趕快有 AIP 下來。那他的小孩子就可以付國內學生的錢這樣子。對，因為你提到這個 AIP Approval in Principle 的，你剛好說就是 UBC 嘛，因為這個 AIP 呢，其實從聯邦的 IRCC 發出來，但是在省、在市、在學校裡面，應該怎麼樣去 recognize？我覺得 AIP 聯邦政府要是同意有這個 AIP 的方案的話，那在省跟市，我相信大家需要進一步的去做更多的 engagement 去討論、去 discussion， 說聯邦政府發出的 AIP， 那省政府在 healthcare 的部分，在
駕照的部分是不是能夠有同步的配套措施？那 School Board 在學校教育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樣的措施？這我覺得是要有一個 national dialogue。所以只要聯邦同意發出 AIP， 對於合格的申請人發出 AIP 的時候，我就再去 push 省跟市去協調這些事情。对，但其實 AIP 我們剛才就是開始之前也有談過，就是 AIP 好像是一個，這就是最後 PR 之前的一個 step 嘛。對。但是這個不是終極的目標。對。終極目標其實是 PR， 就是 citizen 嘛。對。但是 AIP 的話，會不會變成下一個的樽頸那個瓶頸位了？就是 choking point。這個是我想要避免的地方，所以我在跟黎明部長建議的時候，我說我們對於合格的申請人盡快發出 AIP， 对不對？讓他們可以安心，起碼說他覺得說起碼我的資料審核是沒有問題的，下一步就只是 PR。那我們 IRCC 在進行 PR 最後審核的時候，當然我也希望說政府能夠給出一個 standard processing time， 在 AIP 的這個部分獨立能夠有一個 standard processing time， 比如說3個月、6個月或9個月，就有一個像我們聯邦政府做事情都有一個 standard service time，right？ 就是也要有一個這樣的配套措施，然後要 transparent，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假設你今天遞件我們今天給你 AIP， 你接下來是要等多久可以拿到 PR， 就是 being transparent。对，這是我覺得 IRCC 應該可以做到的地方。那我也會持續的向部長去反映這個。OK， 所以就是說，除了這個 AIP 之外，你也提出了，就是說 AIP 到 PR 中間會不會有一個 standard 的一個目標的 standard processing time， 我覺得這很重要。對，因為我 AIP 的目標就是要讓大家更安心嘛，對不對？所以我不可能幫你拿到 AIP 之後，我讓你去下一個等待的循環，那 then it becomes pointless， right？所以我就會建議說，給了 AIP， 那我們聯邦政府就要再 create 一個standard processing time for AIP。我今天拿到 AIP 了，我有多久之後我可以拿到 PR？對，這是可以讓香港的朋友更安心的一個措施，一個配套措施，我覺得。對，其實從 AIP 到 PR 了，除了你這個提出這個方案之外，其實保守黨也剛剛有提出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從大概每年2萬個還沒有來的移民難民 refugee 的 PR 裡面，會不會撥一些過來，就是幫助包括香港人、烏克蘭人啊、蘇丹尼斯之類的那個 H&C 的類別，這個類別裡面可不可以從那2萬個撥到這邊來？你覺得這個方案你初步的感覺是怎麼樣？我覺得就目前來講，我覺得任何可以幫助香港朋友的方案，只要能夠解決香港朋友的方案，我都是基本上原則上贊成。但是我覺得關於境外難民的事情，我會比較不傾向去碰到移動他們的配額，因為 we are being fair, we are being transparent, we are being equitable。加拿大是一個人權立國的國家嘛，對不對？所以我會希望說，盡可能我們在國內能夠解決的東西，我們不要去碰到境外那些移民的 quota 這樣子。對。但是原則上，只要能夠幫香港朋友解決眼前这個問題的方案，我都是支持的。對。所以就是說，相對來說，你看你這個 AIP 的想法，你覺得這個可能性會採納的可能性？因為就我目前的了解，政府給 AIP 的時候，它是不會影響到我們的 Immigration Levels Plan。所以你趕快給你 AIP 之後，它並不會影響到我們聯邦的 Immigration Levels Plan。所以第一，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 Levels Plan， 然後也可以給你一個安心。那政府 IRCC 我們再給他一點時間，比如說3個月、6個月、9個月去 process 這個東西，我覺得這是一個三贏的方案。對，那我們也不會去影響到別的難民的配額。所以你覺得這個 AIP 你這個方案比較採納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也可能比較快可以落實吧？我不會說它是一個特別能夠直接落實的東西，但是我會在國會裡面，我會在部長那邊，我會努力的去推動這個方案。對，對，因為我相信它是一個能夠解決香港朋友他們眼下目前的問題的最有效的方案。那當然，刚刚您提到的省跟市，省的medical care， 然後 motor center， 然後市它的 school trustee、school board， 大家有配套措施。对，那當然，我覺得就是說，聯邦政府只要推出 AIP 之後，大家都要一起來解決這個辦法。對，那比如說香港的朋友們，他們除了我們政府這些 politician 去做一些 engagement， 說是 national dialogue 以外，香港的朋友們也可以直接去 approach 他們的 MLA
然後或者是他們的 school trustees 去跟他講說，人家聯邦政府已經有這樣的方案了，那我們是不是省市聯邦一起合作解決我們的問題這樣子？對，那我們香港人移民的議題，當時到這裡就是想訪問一下，為你個人來說啦，你一開始也說了你是從台灣過來的，對，這也是移民吧？对，就是我想問一下，你在台灣出生，是10多歲的時候跟爸爸媽媽過來，你這個從小，你不可以說第一代，也不可以說第二代，是所謂的1.5代。你這個當初來這邊適應啊、成長那個加拿大的那個經歷是怎麼樣的？我當時來的時候，英文沒有特別好，當然有學了英文，但是英文沒有特別好。那在學校的時候是遇到有點像種族歧視的事情。那我其實是當下是很不適應的。我跟爸爸媽媽來了第2個月的時候，跟爸爸媽媽講說我想要回台灣。在哭吧？對，我在哭，我就哭着跟媽媽講說我回台灣，然後我跟媽媽講說，你再給我2個禮拜，我再適應看看。假設不行的話，我們就回台灣。然後媽媽就說好。然後後來2個禮拜的時候，就讓自己強迫自己適應了。對。OK， 那其實一直之後就長大了之後就去讀書，你就在牛津大學讀那個 MBA。對。但是為什麼會從政呢？你這個從政那個初衷那個 original 的那個 reason 是怎麼樣？那個路是怎麼樣？我從小的時候就想要當政治人物，當時當不知道什麼是 MP， 什麼是 MLA， 什麼是當不知道，我只想說我想要從政，我想要幫人民發聲說話。但我的媽媽，台灣媽媽，亞洲媽媽，她就說 no， 千萬不要，她說政治很髒，不要去碰政治。那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compromise decision， 我变成了一個律師。對，然後當律師當了12年、13年，然後媽媽過世了，我到牛津大學去念 MBA。那在學校裡面呢，它是一個 MBA 的 course， 但是它其實強調的是 system change， 就是系統性的變革。他說，假設你的公司有問題，那可能是這個城市的法規是有問題的。那城市的法規有問題的話，可能是省跟州綁住了這個城市的發展。那省跟州會有這樣的問題，就是聯邦政府、中央政府最上層的問題。所以念完 MBA 之後，我其實沒有再回去當律師，我就來選舉了。對，其實台灣的鄉親父老也為你感到好驕傲。我在網上看到那個宜蘭之光的那個牌面，就是鄉親也為你感到很自豪。對，因為好像你是第二個台瑞的加拿大的MP 吧？对。對，那1年多了，現在感覺怎麼樣？我覺得這是一個 interesting journey。我現在每天還是在學習不同的東西，像我每天都在面對不同的選民，他們會有不同的議題。那我覺得我每天都在學習不同的東西。那聽到你們的聲音，我就把它帶回國會。我常常跟別人講說，我是你們的國會議員，但是我不是把你的聲音帶到國會，我是把國會帶到 Burnaby。所以我就是在我的任內這1年來，我已經邀請了很多部長 ，even 總理來過 Burnaby， 就是我要讓這些政府的內閣官員還有總理他們知道說，到底地方的生態是什麼 ，Burnaby 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所以我把渥太華帶到了 Burnaby。對，我覺得這是。那我也看到你 IG 上面，就是你跟Mark Carney 坐在一起，有談到什麼東西嗎？就是一些跟大家有關的東西嘛。當然，移民的問題是我們最在意的。然後，所以移民的部分，我跟總理討論過了一些。那加拿大的商業的發展，比如國際貿易啊，這些東西也是我們討論的議題之一。然後再加上外資，因為亞太地區嘛，亞太地區我們溫哥華 Burnaby 是離亞太地區最近的地方。那 Burnaby 又是整個 BC 省的科技重鎮，所以我就会跟總理討論說，我們可以從亞洲帶來一些什麼高科技的公司來 BC 投資這樣子。對。但是他對於這些對 BC 對 Burnaby 你這些議題，他的反應是怎麼樣？他覺得非常的有趣。他就來改，因為我覺得 BC 在加拿大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存在，所以我們的 BC experience 跟總理 share 的時候 it's pretty eye-opening for him， 我覺得对。对。但是你是亞洲過來嘛，就是覺得其實這些也不是什麼了，反正我們在亞洲也是這樣，只是引進到這邊來。對，只是把它從亞洲帶來這邊，然後讓 BC 讓加拿大更好，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对。但是說，所以去年的時候你去選舉的時候，你去敲門。对，有遇到什麼困難嗎？就是你就是一個全面的素人，就是從零突然就參選這個 MP， 當時候有遇到什麼很特別的經驗嗎？當時候比較困難的就是我要去怎麼說服選民去選我，
而不是去選Jagmeet Singh。對，因為 NDP 的黨徽就是 Jagmeet Singh 對。然後因為 Burnaby 這個 riding 本來就是比較進步派的，比較 progressive。那我通常都會跟選民講說，我跟 Jagmeet Singh 是一樣進步派的，我們的理念價值其實是很多是相同的，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一我着重經濟，我覺得加拿大應該要往經濟着重發展，然後再來就是我住在選區裡面，因為他不住在選區。對，對。那其實剛才說到，就是從亞洲引進一些概念過來嘛。你本身就是從台灣來的，台灣對於譬如說 LGBT 這個議題是比較在亞洲裡面可算是比較開放的。對，已經是最。你覺得過來加拿大這邊的時候，你覺得 compare 比較兩邊，你覺得這邊的 LGBT 跟亞洲那邊對於這個議題的想法是怎麼樣？我覺得加拿大在 LGBTQ 的議題上面，還是比亞洲甚至所有全世界的國家上面來講更進步一些。2個禮拜前，我剛從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回來，我去見了他們的荷蘭的首相，他是 the first gay prime minister of Netherlands， right？ 所以我們也討論了一下兩國的意見交換，然後我參與了一個人權的國際論壇，所以整體來看，我覺得加拿大在 LGBT 議題上面是更先進的，然後又包含說我們的同志伴侶他們能夠養小孩、領養小孩的議題上面 ，surrogate 代理孕母的部分都會是比台灣再先進一些。對。所以就是你也覺得加拿大就对這方面是比較開放，甚至說你是說就是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更進步的。更進步，對。對，這些有為你帶來一些提出法案的一些 idea 嘛？譬如說你進了1年多之後，你現在有什麼會不會有一些法案，就是 bill， 就是你想會之後私人方案會提出來？法案的部分倒是沒有，但是我覺得是在我們在提倡加拿大經濟的同時，我都會提醒政府說 ，there's an LGBTQ component in it， 就是我們叫做inclusive economy， 就是你在做加拿大整體經濟規劃的時候，你要把亞洲人也納入，你要把各國人種的想法都納入之外，你把 LGBTQ 的這一塊也帶進來，對，那你就会 create 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多的投資的可能性。對。所以就是對你來說。因為特別是你是亞洲過來嘛，就是覺得那個包容性就是很重要吧。我覺得加拿大最強的地方就是我們夠包容，我們可以包容從世界各地來的地方，世界各地來的 ideology， 世界各地來的 opinion。加拿大就像是一個很大的 mosaic， 它可以把不同的意見全部的粘着在一起，但它不是拼成一塊，它不是個 melting pot， 它是一個 mosaic。這是我覺得加拿大最難能可貴的地方。你移民來加拿大，但是你可以保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們是全部人是黏在一起的。對，那是我覺得這是 Canadian identity 最重要的地方。但是你觉得这几年经济的情况政治状况的改变，你觉得加拿大人总体来说对移民对这个包容性的想法会有改变吗？我觉得这几年因为美国的关系，全世界其實都比較趨於保守一點，像美國，它基本上是閉門主義了嘛，它也不太跟其他國家做什麼貿易。像我們加拿大，直到今天我們還在跟美國在談判我們 CUSMA 的事情，對不對？那我覺得加拿大作為一個我們三面都是環海的國家，我們應該要盡可能的包容，讓更多的移民過來。當然，因為總理在未來2-3年，我們有一個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但是我覺得加拿大基本上是以人權立國，那我們也是移民立國，所以我基本上我是覺得說，在情況允許的環境允許的情況之下，加拿大應該要接納更多的移民進來，更多優秀的人才進來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對，我覺得這對加拿大未來，不管是經濟或者是我們的生育率什麼，都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所以我傾向是加拿大應該在移民政策在我們環境可以容許的情況之下，再更開放一點，然後我們可以吸引世界各國不同的人才過來。其實說了最後，我們剛才也談到，最後就是移民嘛，你可以為現在對着鏡頭跟我們香港 3AB 的朋友，不光是 3AB 啦，反正是香港人移民的朋友，在這邊努力工作，帶了家庭過來，帶了他們才能過來，一直在交稅，但是現在可能在這個 3AB 的這個
我不想說就是黑洞，裡面他們在等，不光是等 AIP， 不光是等 PR， 可能也是在等 citizen， 他們等候的過程之間感到这是很困難。你可以對鏡頭跟他們說一些鼓勵的說話嗎？好，沒有問題。我想跟各位香港的朋友說，大家都辛苦了。那你們其實不只是一個檔案，不只是一個暗號，你們都是我的家人。在今年4、5月，我們在換委員會的時候，我原本是司法委員會，是司法委員會的成員。那我的黨就是跟我講說，Wade，你要不要換到移民委員會？我其實一開始是很抗拒的，因為作為一個律師，我覺得身為能夠在司法委員會是一個很榮幸的事情。我為什麼要把換到移民委員會去？可是我就突然想到說，我的選區在 Metro Town 這裡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我們的辦公室常常收到 email 說有 Hong Kong Pathway 的問題，有 OWP 的問題，有各式各樣移民的問題。因為我的選區非常非常的多元，那除了香港的朋友以外，也有比如說伊朗啊、中東啊、非洲啊，其他世界各國的移民的問題。所以經過了兩個晚上、3個晚上的考慮之後，我就跟我的黨講說 ，OK， 我可以到移民委員會。那所以我覺得你們是促使我到移民委員會的重要的因素之一。那我就希望你們能夠呢繼續加油，因為我會跟着你們一起加油。那謝謝你們對於加拿大的貢獻。那政府跟我們都有看在眼裡，那我也會持續的幫大家。謝謝。好，謝謝，Wade，都是非常感謝你。謝謝。